呜啊呀呀呀啊呀，没有兔兔呜，哥哥没有兔兔了，呜呜，阿战也没有兔兔呜呜。小蓝战第二次哭了，呜呜，都是阿战的错，呜呜，吓到小兔兔了，呜呜。小蓝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魏无羡抱起团子颠来倒去的逗了一阵，好听的话一句一句的说，都止不住蓝团子越流越多的泪水。情急之下，魏无羡说了句：“再哭我就不理你了。”吓得小蓝战赶忙止住了哭声，却因为太急呛到了，一阵猛咳，小脸给憋得红彤彤的。温情在一旁看不下去了，抢过团子给他顺气。蓝小战怕极了，小小的身躯瑟瑟发抖。好不容易把小团子哄安静了，魏无羡被温情骂得狗血淋头，阿苑和阿战就在旁边看着。然后晚上还是和蓝战一起睡，魏无羡说这叫吸蓝战补命。哥哥，怎么了小兔子？以后离那个姐姐远点。为什么？那个姐姐坏。噗哈哈哈哈哈哈。今日天气不错，魏无羡看着角落里的那袋萝卜蠢蠢欲动，他想下山玩了，虽然离上次下山才过去了2天。小蓝战乖巧地坐在小板凳上和阿苑弟弟玩，在他眼里弟弟知道的新奇事儿太多了，他会用泥巴堆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，还会抓蝴蝶，而且口中的各种话语也都是蓝战没听过的。小哥哥，你知道喜欢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啊，就像我喜欢哥哥，要天天和他在一起。那你要娶她，他才能和你在一起的。然后你要保护他一辈子的。小阿苑振振有词地念着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歪理，而小蓝战则非常认真地听着，就差没拿个小本本记下来了。这段话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不久后，于是乎两人便结成了兄弟，还有模有样的搞结拜仪式。两只崽子一脸严肃地喝了酒，看得魏无羡目瞪口呆，心想下次一定要把民间话本藏得更隐秘些，不能再被阿苑拿去了，这都要带坏小孩了。之后两只对对方的称呼也改了，蓝战叫阿苑小弟，阿苑叫蓝战大哥。结果每天早上就能听到一个极其豪迈的小奶音喊道：“大哥，和羡哥哥过来吃饭。”而蓝小战也软软糯糯地答道：“好的小弟，马上过来。”第一次听到这称呼的魏无羡当场裂开。回到现在，热情的小弟认认真真地教大哥怎么用树叶叠出会动的小蝴蝶，两只团子玩得不亦乐乎。魏无羡跑出来一手揪一个，笑眯眯道：“你们俩只要不要陪我下山玩。”两只团子被提溜着衣领晃来晃去，听到下山眼睛都发光了，忙不送的点头。小蓝战对之前那只漂亮串串念念不忘，下山就能有漂亮串串了。魏无羡放下小阿苑，催他去换件干净衣服，随后带着汪姬去换衣服。泽无君还真贴心，一堆披麻戴孝的衣服中有一半以上是没有蓝氏家纹的，刚好便于隐藏身份。魏无羡好奇地问小团子：“你哥哥为什么给你带这么多衣服？”小崽子低下头，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下，随后道：“兄长说，跟着漂亮哥哥玩的时候，肯定会浪费掉很多衣服，所以就多备了些。”魏无羡竟无言以对。光是这3天，他就费了2套了。泽无君果然事事周到，小家伙坚决不要魏无羡帮忙，自己自力更生地换好了衣服，自认为整整齐齐地走了出来。魏无羡憋着笑给他整理了带反的腰带，摸了摸小家伙的头，道：“阿战真棒，什么都会。”小团子有点害羞地低下头，乖乖地蹭了蹭魏无羡的手，把咱老祖都萌化了。随后魏无羡便看着那蓝家标志性的墨额发愁。年少时他扯过一次，感觉没什么特别的，但当时的蓝战就是非常生气，可如果就这样带着小蓝战下山，也太容易被认出来了。多亏温情提醒，不然还真忘了，上次下山居然没被人注意到，运气太好了。于是他抱起团子问道：“阿战能告诉哥哥，你们家的墨额为什么不能动啊？”小蓝战戳了戳魏无羡的鼻子，小小声说：“兄长说，我们头上的白条条，只有喜欢的人才能动，动了的话就要在一起，在一起一辈子。”小蓝战软糯的嗓音给了魏无羡重重一击，结果当初他夺了蓝战清白，难怪当时他那么生气。天哪，我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小蓝战看魏无羡一脸失望的样子急了，赶忙说：“哥哥可以动的，我喜欢哥哥的，而且我们都亲过了，长大后我就是要娶你的。”魏无羡讪笑了一下，道：“那次我只是亲了你的脸了，你不用娶我的。”
蓝小崽崽倒是很诚实，直接就把自己给卖了。早上也有亲亲哦。魏无羡一脸茫然，为什么？你亲了哪？小团子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，亲的地方太多数不清，我是看哥哥疼才想帮忙的，疼。魏无羡现在也不想计较那么多了，拉着蓝湛小手就往自己嘴上戳，这里呢？这里亲了吗？小团子愣愣地点了点头，亲了呀。魏无羡再次崩溃，啊呀呀呀啊呀，泽无君啊啊，你弟弟清白被我夺了，我是不是要负责啊呀呀呀？而他怀里的团子依旧振振有词道，等我长大，我就娶哥哥。